Hello， 处女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我们处女座各位海底捞的这个算是生活小贴士，好吧 ？OK 哈。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呢，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左右的时间呢，我个人会感觉呢，你会特别喜欢鲜红色的东西哈，比如说鲜红色的这个食物也好啦，或者是像什么草莓啊、番茄啊，就是红色系的东西呢，我感觉可以帮你补充一点点你这个内在的这个动力哈，或者是这种热情，或者是像是执行力，我觉得应该都会对你蛮有帮助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哈，不管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服装啊、配件啊、饰品啊、幸运色等等之类，或者是这些食物呢，我觉得呢都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好吗 ？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呢，处女座的朋友们要特别能够去留意哈，有关于这个我感觉这个比较像是。经络上面的问题，就最近你可能会去做一些什么经络按摩啦，或者是你可能会去做一些推拿啦，或者是你可能会去做一些像我记得前一阵子有蛮流行什么拨筋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我感觉呢这个部分呢，处女座的朋友们可以在这2到3周特别去研究一下。那如果最近刚好你自己也有在研究一些什么什么脉络啊、经络等等之类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我觉得呢你会学有所成，好吧 ？OK 好。那第3个部分呢，我个人会感觉最近这2到3周呢，处女座的朋友们呢，你们特别可能会跟水瓶座、天秤座，或者是风象星座的人会比较容易有结合，就是比如说你们有合作或认识新朋友，或者是跟这类型的人特别是风象星座，然后水瓶座或天秤座的朋友们，你会觉得很聊得来然后可是刚开始你可能对这个人并不是很了解，可是呢后面聊着聊着你就觉得越来越投机了所以呢我觉得倒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去拓展一些有关于这个人际关系上面往来的这个机会，好吗 ？OK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在进入今天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呢，我们2024年的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的线上试听会即将又要展开喽。如果呢，你想要来学习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力量去转化你的思维，突破限制性的框架以及信念，甚至呢，你想要摆脱这些旧有重蹈覆辙的模式以及习惯，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宇宙小学堂哦。那我们这一次的试听会呢，是举办在台湾台北6月9号的晚上8点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来体验怎么样来参与小学堂的课程，以及呢有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也都会在试听会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所以呢，想要来参加报名跟体验的同学们呢，欢迎你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我都会把详细的资讯跟连结附在上面，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4，那这3组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星星牌卡。OK 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这个海底捞各位处女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OK 哈，好。OK， 让我来瞧瞧哦。OK， 好，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呢，处女座的朋友们比较多，内心层面是要跨过自己的限制或自己内心的坎，或者是我这样说好了，或者是你自己心里在乎的一些点或者是地方。所以这2到3周，我会建议你多花一点时间跟自己聊聊哈，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就感觉到红色的能量场哈，就是让你整个人在动能好像有点重新启动，然后补充这个能量的一个感受。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钱
钱币4。然后呢，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等一下一起来做个说明啊。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是女王牌卡，钱币国王，还有这个钱币10。OK 哈，这3组能量牌卡呢，对不起，这3张能量牌卡呢，在你这个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啊，我个人会感觉呢，你在过去呢，其实你想要去架构一个什么？那这个东西呢，对每个人不同，请你们自行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是想架构一个自己的事业，架构一段感情，架构一个比如说你们之间友谊的桥梁哈，都可以。OK， 我个人会认为哈，你是一步一脚印的，很踏实的，真正很认真去做的。但是我觉得你有你坚持的点，好，你也有你不愿意放弃的一些原则。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哈，起码它是一个来到可以预期，或者是不会偏离轨道的这种状态，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也在这个就是女皇牌卡也给我一个感觉哈，你除了手上有东西要忙哈，另外又在规划计划一些其他事情。好，比如说你原本就有一个团队你们可能现在就是在做 A 计划，现在呢可能老板会跟你讲，客户 B 也要来找你，所以麻烦客户 B 你们要帮他发想一下，就类似像这样，就是你左手右手都很忙，你盘子上面的东西很多，所以变成是说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是倾向于比较保守，一步一脚印。那某部分处女座的朋友们呢，我个人会感觉这是很小众的讯息，你非常有可能会在考虑自产的问题。OK 好，就比如说现在工作状况跟经济状况可能是这样，可是你可能考虑你要不要去买房或者是要不要买车不一定是买房，但我感觉买房的人是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考量的。OK 哈，就现在这个情势这个状况，我正在进行如火如荼很忙的过程当中，可能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还会去思考买房的状况。 OK， 那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呢你们可能是有新的计划进来或新的合作机会会进来，但是也会有另外一派的这个处女座的朋友们是在酝酿你自己想要去做一个新的突破或新的发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你自己很清楚你在做什么，因为这个女王牌卡呢手上拿着这个权杖高举象征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往哪个方向，我知道我在酝酿什么，我知道我这样子会影响后面什么样的发展。所以我感觉在过去的能量场说，你在想很远的事情。OK， 因为自产可能一杯房贷可能就20-30年。OK 好，那你要去发展你的事业，可能一发展就5、6、7、8、9年了。OK 好，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在这样忙碌的过程当中，起码步调是稳定的，只是多了一些思考的东西，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发想，另外一个你正在酝酿的东西，在过去状况当中持续进行着。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魔术师、钱币骑士还有宝剑8。我个人会感觉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变成是说你开始呢会去想要不要冒个险。好，要不要冒个险？比如说，要不要冒个险买个房产呢？比如说，你就是那个小众的这个处女座，要不要冒个险呢？买台车呢？好，背一个车贷、房贷呢 ？OK，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我要不要冒个险呢？去跟这个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项目的这个客户去提出我的想法，然后让他们呢能够为之惊艳。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在现阶段能量场你会搬出18番这样武艺但是呢，我觉得你提出的提议、做出的选择、想要突破的改变，都是趋近于保守。OK 哈，因为这边有一个鸽子站在这个桌子上面就有点像是说呢，我如果要跟我的客户谈，我如果要把这个合约签下来，或者是如果我要去进行这个计划的话，你会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况当中，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比如说财务压力过大啦，精神耗损啊，时间分配不均啊。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你看这个，我先给你看这个呢钱币骑士你看它这边又有2只牛。所以我才会跟你说，你这些牛一步一脚印保守，也就是慢慢的耕耘的这个能量场呢，我觉得在这2到3周是宜守不宜冲。OK 哈，所以呢，来到这样的状况，你再看手上还有多少钱币。OK 哈，虽然说你在前面已经有钱币10了，但现阶段这个状况为什么会说过去是酝酿？过去有点像是这个钱币国王他在这个位置上正在派发粮仓我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新计划要怎么投入，时间要怎么分配？但现在这个计划呢是已经要向前走了。而且呢，重点是我个人会感觉这个宝剑八非常有趣的。你想要进行一个挣脱，挣脱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冒个险？你要不要去尝试新的东西？要不要再去冲一下？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边有点像是一个酝酿，这边是已经开始快要启动了，可这边呢又让你的决定趋近于保守，所以就变成是说呢，我为什么会说你这2到3周会卡在自己的心里那个坎过不过得去，心里的顾忌、在乎的点能不能够去做得到？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4，因为你看这个人是把他守得很死的，可是死神来找他。
它了，你很害怕突如其来一个大转变GG 了整个比如说背了30年房贷，精神压力很大，或者是比如说去突破一个新的你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然后搞得你自己身心也俱疲，这样 OK。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在考验处女座的朋友们，你要不要放弃你自己一点原则？要不要放弃你自己一点点就是这个趋近于保守的这个想法？或者是你要不要去挑战这个曾经跨出你舒适圈的这些项目 ？OK， 好，或者这些机会。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里的能量稍微趋缓一点点，因为会卡在这边稍微久一点点。因为如果假设你有去冲破这个挑战的话，来到未来的能量场呢，这个是权杖3，这个不是宝剑侍者，这个是宝剑4。OK 这3张牌卡呢，会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一旦做下去就是有点像是头洗下去了你就不得不继续了。OK 那你要继续下去的话，就变成是说，你看到你要一个人扛起所有的责任，旁边人就会在看你，哇，处女座的朋友们你为了这件事情多么的努力。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你这边的新的计划或新的机会或你要创造这些东西是一旦你下去之后呢，我会感觉你必须要努力投入很久的，所以你才会这么深思熟虑。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对吧？背个房贷20-30年是的确要深思熟虑一下。OK， 然后呢，来到这里呢，我个人会感觉别人会看到你在做什么之外呢，这个宝剑侍者就有点像说呢，你要开始去面对新的挑战了。你看这边敌人已经来了你宝剑已经拿在手上了如果你确定你要这么做，然后也要放手一搏来到这里就变成是你要见敌杀敌的。OK 有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是未知的，你没有试过的，你没有挑战过的，你就必须拿起这个宝剑。来到这边呢，这边有一个宝剑4，你躺在这个床上 OK 这个床上下面也有藏着一支宝剑，就是你手上这个宝剑。所以就变成是说呢，你在未来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好好深思熟虑，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风险，或什么样的一些不可控的这些因素，这个都是在未来你要必须能够去思考的。因为宝剑5的这个状况，你就是很害怕这个宝剑4加上这个宝剑侍者，象征就是宝剑5。宝剑5就是你很害怕这件事情事与愿违，所以呢，即使你突破这个挑战，来到未来这个惊惊战战，心有点惊惊慌慌的这种感觉还是会有。但请你不要担心因为这边最重要的是你看敌人来了，挑战来了，最重要的是这边还有一个贵人帮你送上了一个莲花跟橄榄枝。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你要克服的自己心理上面的障碍，跟保守粗略的一些风险管理跟估计之外，在未来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星星牌卡。星星牌卡呢，象征的就是你希望心中存有一丝希望，然后能够让这些你在这里挣扎的或在这里思考的或这里想要安排的事情呢，能够顺利的做一个进展。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呢，不仅要灌溉旁边这些，你看你现在在灌溉旁边这边小草上面有长出很多花你要灌溉你自己，才有机会能够去创造这样子你自己的后花园。 OK， 所以我会觉得这2到3周处女座的朋友们是属于比较内心层面的东西，因为外在的东西它是持续推动的，你不动它都会推着你去走，只是你心里准备好了没，要不要走到这个步骤，然后接下来你必须好好照顾自己，过了这个坎你该怎么样去滋养你自己，好好修护，好好的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要重复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有点把自己榨干了。所以你这个被榨干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红色能量场？就是这个动能这个执行力这个能量要补起来。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休息很重要 ，OK， 自我照顾很重要，也是你在这2到3周的课题，好吧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这些能量场，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症结点也会重复出现一些相关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个牌卡来做一个重复验证，好吧 ？OK， 好，所以呢，我觉得处女座的朋友们在这2到3周我觉得你就是有点像说，到底要不要冲一把？但是心里很挣扎啦。我觉得一定是的，因为呢，这个东西可能并不是你擅长的，或者是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笔的这个金钱往来，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涯转折的决定。OK， 好，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注意看你抽到了宝剑侍者你的宝剑侍者呢，其实在过去跟未来是互相验证的，对吧？ OK， 意思就是说，我要拿这把剑，我到底要不要去杀这个敌人？我要不要去迎接这些挑战？在未来这是你不得不迎向挑战，所以这张宝剑侍者才会在未来。所以你已经选好了，你要突破挑战，所以来这里你一定要面对。但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你注意看这个宝剑侍者就不一样了，他拿着一支宝剑，但是在观望远方。这样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宇宙验证牌卡要来看的意思就是，即使不同副牌卡，他们在告诉你你的能量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宝剑是背在自己的肩膀上，看着远方，象征的意思说，我呢来估计一下这样要背多少房贷，利率多少换这个职业呢要有面对什么样的新的学习跟挑战，或者是我要去酝酿这个项目呢要有多少的成本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你在
观望。你在收集资讯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原本事情就已经在进行，如果有新的机会、新的状况进来，你也要先做一些功课嘛。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就是在你过去的状况当中发生的。那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圣杯八，这个圣杯八呢，象征的意思说，你看这是一条路啊，你要走到这座新的这个高山城堡上了。意思就是说，原本你在这里投入的地基是有了，但是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这个处女座朋友们，你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女皇牌卡在这边酝酿啊，新的机会啊，新的发想啊，要不要去突破这些新的挑战啊？原因是因为我个人会感觉你的地基应该是打得还不错了，就起码现阶段能量是安稳的，就是安稳啦，就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太大影响。但你要不要跋山涉水走到这座山这边的这个小小的城堡上面，这个就是你现在在顾虑的东西。OK 我要投入吗？我觉得这个适合吗？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我要的吗？因为这个圣杯八转头，意思是说这边已经投入了，我接下来往上走，意思就是要更上一层楼，象征的是我要去找另外一个圣杯二来补足我这个圣杯十。你这边已经有钱币十了，但是你这边想要补足圣杯十，意思就是说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在投入的这件事情，或你投资的这个项目，它不仅就是不仅会带来这个财务的丰收之外，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感上面的满足，比如说安全感、成就感，这些都可以你自行填空，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呢，也就是这个钱币四。这个就是权杖一啊，权杖一啊，验证这个钱币四，象征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你要死守呢，还是要拿出这个动能？我决定了，我要付出行动。OK 所以你在这个付出行动跟保守跟要做多少之间，为什么会有点纠结？原因就是在这里。OK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跟你讲，你的动能、执行力、动力跟能量场要补起来。因为这个一旦这个权杖拿起来啊，象征的是什么呢？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解一些牌卡，还有传递这些讯息很重要，他们都会特别要我跟大家讲一些小小的症结点。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这个女皇牌卡会拿着这个权杖，就是这个东西。OK， 这样你们可以理解了所以你要拿着这个权杖，象征是我肚子里面孕的这个新的计划、新的挑战，要扛起新的责任，我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这边收集资讯，你在这边考虑要跋山涉水吗？最后要不要放开一点点？要不要冲一把？要不要争取一下？要不要投入一下？这个就是你的挑战牌卡。所以在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九。OK 这个宝剑九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告诉处女座的朋友们，你接下来呢这边是宝剑八嘛，这边走到宝剑九，接下来呢就会开始说，哎呀，真的行动了，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有点像是这个放狼出闸你看你现在把自己放出闸门了接下来会说，哎呀，我好可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很正常，你会从宝剑八走到宝剑九，因为这是一个未知的状态，所以我才会告诉你不要紧张。OK 因为呢很庆幸的是，这个宝剑九加宝剑四者是分开的，加起来它是宝剑十。所以当它拆开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手上自有方法去处理你这些所谓的担忧。OK 还有一个呢，这个是宝剑是9加上宝剑4，象征的是宝剑3。那我刚刚跟你讲了，这个宝剑3挂在上面，就是你在思考怎么样呢，能够不要让情势呢不如你所想。所以我才会跟你讲，有一些细节啊，就是藏在牌卡跟我要传递的讯息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要告诉你，你自己本身这边就有一把剑，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个宝剑侍者，你本身就有一把剑，你知道怎么样去避免这样子的事情。还有这2张牌卡加起来，意思就是说，你看得清楚未来的风险是什么，你要考量的点是什么，你在过去就想好了。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看到一些牌卡不要害怕。OK 因为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钱币9验证圣杯对不起，不是圣杯2，是这个星星牌卡。OK，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注意看这个钱币9象征的就是一个你看它是背对我们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想要这个新的合作，或者是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要达到的平衡，甚至是整个独立自主能够去应付这些事情的东西，你都有。因为你旁边这个钱币3呢，象征的就是你合作的机会会来，钱币3加钱币3等于钱币6，象征的就是会有机会来找你。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会跟你说，有人会替你递出橄榄枝，或者是你需要资源的时候，你会有朋友跟你商量聊天。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处女座的朋友们不要太紧张有些时候这些牌卡没有看到底的，你不知道事情到底最终的结果发生的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不好 ？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处女座的朋友们放轻松一点，压力不要那么大OK 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给我们处女座的海底捞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读到后面感觉压力很大来 OK 好，我来看一下
好，你看哦，这张牌卡就像是你要飞跃，哈，代表说呢，你已经准备要信心有点像是信心一跃 ，OK 哈。所以呢，他们要我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哈，你呢现在即将要飞跃到一个非常更高更对的位置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知道飞出这座城堡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嘛？因为以前住在这座城堡里面呢是非常安全的。OK 哈，所以呢，他们说呢，要我跟你讲哈，不要太担心。你跨出这个城堡之后，你会获得很多新的机会，你会能够真正舒展开来哈。这舒展开来不是筋骨哈，舒展开来是指，因为都已经冲出去了，我可能也只能向前走了。所以这整个有点像是。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能量场有点像是开放了你更多的潜力了，所以你也只好向前冲了。所以呢，他们有跟你讲一件事情哈，来，你看新的罗曼史呢，即将要就是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我刚刚要提醒你的。这个罗曼史不一定要是感情，当然也可以，因为你有可能是在看感情的状况。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要放下这些圣杯8，持续耕耘它，但是你要来这边找到圣杯2了。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哦，为什么你心里会这么挣扎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哈，你这个信心跳跃就是为了去找到这个圣杯2，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知道可能要磨合，可能有挑战，可能会去面对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但是你还是会选择这么做。所以他们说呢，当你做好这些准备，你也觉得你想要去搜寻哈，或者是找到这个圣杯2，能够为你带来什么感的满足呢？哈，就是成就感、安全感，像我刚刚讲的，那你就必须要勇敢的向前走。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两张牌卡比较有点像是在安抚处女座的朋友们。我知道每个人在做出一些新的改变，做一些新的计划都会紧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你会这么做，一定代表有你自己的目的跟理由。所以我觉得你抓紧这个目的跟理由，我觉得你就不会那么彷徨，不会那么紧张。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这个海底捞哈各位处女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哈。我希望呢，这样子解说之后呢，处女座的朋友们呢，可以稍微心安一点点，不要急，也不要慌。OK 哈，我们日子还很长，一步一脚印慢慢走，我相信你会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OK 哈，非常感谢处女座的朋友们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